俄罗斯坦克在乌克兰损失惨重，那么中国的主战坦克应该如何发展？已经有答案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壮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，坦克在战场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俄罗斯的装甲洪流非但未能建立起太大的战场优势，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。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以及各种各样的反坦克武器，可以说对坦克的安全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不管多先进的坦克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发导弹毁灭，如果不行，那就再来一发。而这样的交换比是任何坦克大国都无法承受的。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战场上使用 T-62、T-55 这样的老爷级坦克，充分证明坦克在战场上的困境。不过，没有主战坦克也不行。这从乌克兰求爷爷告奶奶的从西方索要坦克就能看出来。坦克仍然是地面攻坚作战的主要武器，特别是夜视夜战能力强的坦克，对缺少克制兵器的一方威胁会非常大。中国同样是全球最强大的坦克大国之一，99A 主战坦克和154式轻型坦克的性能已经达到世界领先，再加上中国的 VT4 和 VT5 坦克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研制和生产先进坦克的国家。不过，中国的坦克未来也可能会面临如何解决在战场上的生存率的问题。近日，99式坦克的总设计师毛明院士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做报告，其内容是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的现状和近期的发展，我们能够从中管窥中国未来坦克的发展方向。毛明院士罕见地公开了中国坦克面临的几个不足。第一，99A 坦克的最大速度世界第一，但是越野速度低。美国的 M1A2 坦克的越野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，而99A 呢只能达到每小时40到45公里。主要原因是99A 的减震系统差一些，具体就是扭杆的剪切强度不够。第二是拦截式主动防御手段缺失。目前我军的99A 坦克只有激光对抗装置，防御能力有显不足，急需加强。第三，通用特性质量不高，简单的讲就是可靠性没有达到理想状态。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下一代主战坦克的发展方向。首先要想办法进一步提高主战坦克的越野速度和可靠性。不过提升物理性能虽然重要，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坦克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存能力，而这个问题要依赖综合手段来实现。第二，主战坦克的信息化水平还要提高，使之变成战场的信息节点，与其他平台分享战场态势。中国坦克相比于俄制坦克，信息化水平已经很高了，但是距离成为战场信息节点，能与无人机、战斗机、武装直升机等其他平台进行信息交互，实现联网作战，恐怕还要在下一代主战坦克上才能实现。特别是坦克如何与小型无人机实时联动，获得局部战场的态势感知优势，是提升坦克生存能力和战术灵活性的重要手段。第三，配备高可靠性的主动防御系统。中国已经研制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主动防御系统，但是呢，还没有普及到现役主战坦克上。接下来就是如何大规模的配装问题。过去，俄罗斯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主动防御系统，以色列也说有这样的系统。现在看，恐怕都不是太成熟。从中国厂商在珠海航展上所展出的技术来看，中国坦克的主动防护技术水平已经非常高。解决坦克生存能力的核心就是主动防御，当然这也需要有足够的预算去为现役坦克配装这样的先进系统。总体而言，中国主战坦克未来如何发展，最主要的方向就是信息化和主动防御系统的普及。相信中国下一代主战坦克会很快亮相，从而向中国的民众交出一份相对完美的答案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